据瑞典电视台报道，瑞典外交大臣林德周二正式签署了该国加入北约的申请。林德称，预计瑞典成为北约成员最多需要1年时间。瑞典首相安德松周一表示，加入北约是为了加强瑞典的安全，也为了世界的安全。他指，瑞典计划在这2-3天内提交入约申请，与芬兰同步，但两国何时能够正式入约，由北约成员国决定。Och det här är ju verkligen ett historiskt och omvälvande skifte för vårt land. Vi lämnar en era och vi går in i en annan. 芬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关于芬兰加入北约的报告已经完成。报告声称，芬兰必须申请加入北约。周一，芬兰议会关于芬兰是否申请加入北约的辩论持续了14个小时，进行了200多场发言。芬兰议会当地时间周二下午对芬兰是否加入北约一事进行投票，一旦获得议会的同意，正在瑞典进行国事访问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将做出最终的申请决定。据报道，绝大多数芬兰议员认为，加入北约将改善芬兰的安全。对于瑞典和芬兰加速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上作出回应。Финляндия, Швеция. У России, хотел б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важаемые коллеги, нет проблем с эт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Нет. И поэтому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с расширение за счет этих стран для России не создается. Но расширение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на эту территорию,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ызовет нашу ответную реакцию. 此次峰会在集体安全条约签署30周年和吉安组织成立20周年之际召开。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吉安组织有责任确保欧亚地区的持久和平，认为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至关重要，并重申愿与北约建立务实合作。观察认为，普京对于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反应看似平静，实则是强忍住了愤怒。在俄乌冲突开始之前，普京曾明确向北约提出3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北约军事部署恢复到1997年前。可北约扩张现在不退反进，俄罗斯当前也只能尽可能先稳住芬兰和瑞典，避免腹背受敌。我觉得对芬兰和瑞典来说他们呢其实早就想这个跟西方的这个北约军事联盟捆绑得更紧那么之前为什么不愿意这个加入北约呢？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说强行的这个提出加入北约的议案，害怕俄罗斯会动手。当然呢，在这次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大量的精力那么被牵制在这个乌克兰那么而且呢在芬兰和瑞典评估来看呢，俄罗斯在这个战场上的表现似乎也没有大家预料的这么强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举动，实际上就借助这次机会能够加入到加入到这个北约的怀抱当中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周二表示，莫斯科认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决定只不过是遏制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举措。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称，芬兰和瑞典在美国的施压下申请加入北约，是给予俄罗斯采取相关行动的自由。不过扎哈罗娃并未提及俄罗斯是否会采取行动，以及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普京在周一的吉安组织峰会上也表示，西方不应幻想俄罗斯只会忍受北约的扩张。Расширение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Да, это проблема, которая создается,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совершенно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 поскольку делается это в интересах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нтересах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ообще НАТ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по сути, одной страны. Но делае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настойчиво, искусно и весьма агрессивно. Это все усугубляет и без того непрост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分析指出，俄罗斯的2个重要欧洲出海口圣彼得堡和摩尔曼斯克都毗邻芬兰。俄罗斯船只从这2个港口进出，都无可避免地会经过芬兰和瑞典的海岸线，这使得俄经济中心将完全暴露在北约的威胁之下。此外，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波罗的海将会成为北约的内海，北约对波罗的海的控制将大大强化。而俄罗斯的2个重要地区圣彼得堡和斐蒂加里宁格勒都位于波罗的海沿岸，2国的加入还将使北约的影响力进一步抵达在未来经济和地缘战略上都越来越重要的北极地区，使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和威慑从西侧进一步延伸到北方。认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呢那么会使这个北约和俄罗斯之间不再有任何的这个缓冲地带那么我想这种情况下呢，显然在这个所谓地缘分界线周边会有更多的这个矛盾冲突，而且双方之间呢现在是严重的缺乏互信，缺乏这个沟通的管道和渠道，缺乏这个
降级冲突的机制。所以呢，我认为这种情况下，欧洲安全的风险会很快的上升。但北约内部对瑞典和芬兰能否加入的声音并不统一，其中土耳其已明确表示反对。瑞典外交部周一稍早时透露，瑞典和芬兰的高级代表计划前往土耳其进行游说，试图让土耳其接受他们的加入北约申请。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再次表明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立场。埃尔多安指责两国没有采取明确的反恐怖主义立场，甚至把瑞典形容为恐怖组织的孵化场，声称其议会内有恐怖分子，更表示两国不必花费心思派员前来土耳其游说。Biz bunların neyine güveneceğiz? Pazartesi günü Türkiye'ye geleceklermiş. Ya bizi ikna etmeye mi gelecekler? Kusura bakmasınlar. Yorulmasınlar. Her şeyden önce Türkiye'ye yaptırım uygulayanların bu süreç içerisinde bir güvenlik örgütü olan NATO'ya girmelerine biz evet demeyiz。我认为土耳其这种态度呢，实际上并不会对两个国家加入北约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是土耳其呢试图通过这次的这个事件，那么来提高要价那包括从这个北约，包括从芬兰和瑞典得到一些利益方面的这个交换的一种方式。对于北约内部声音不一，美国白宫周一回应表示，已了解到土耳其关于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表态。但美国相信北约将达成共识。瑞典国防部长将在本周三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会晤，双方将讨论俄乌局势和瑞典加入北约进程问题。对于外界关注芬兰、瑞典两国从提交申请到完成加入期间会否存在安保断层，五角大楼表示，并没有完全排除军援的可能性。These are two countries with modern militaries. They're two countries that we have operated and exercised with. We know them, they know us. There's a from just a bilateral U.S.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there's a level of comfort there, and we're confident that should there be capabilities or support that either nation might need in the interim between application and accession, that we'd be able to work something out with them. 另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奥地利外长沙伦贝格周一在布鲁塞尔表示，奥地利不是北约成员国，未来也不寻求加入北约。他强调，瑞典和芬兰寻求加入北约是他们的选择，而奥地利将继续保持中立。好，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